个真不错。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袁同学。那好不容易呢，我可以离开上海啊。今天是在那个杭州厦门的建德市啊，我们这边在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踏访。那么在宾馆里呢，我是想顺便跟大家聊一下最近呢，我拿到了一支这支镜头，我给大家看一下。那这支呢是徕卡的 Summicron 50 F2 第一版，也就是一个缩头的这么一个版本。那么这个版本呢是它第一个50 F2 的那个镜头的 Summicron 的镜头。那这支镜头呢很传奇，首先呢它是布列松最常用最喜欢的一个镜头，也是被日本人称之为能够拍出空气的一支很有玄学的一个镜头。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第一呢是做工很不错，它是一个缩头，它可以缩进去以后就会非常的小。第二呢，大部分的这个 Summicron F2 第一版呢，它都是裸口的这个镜头。那么我把它转接到了我这台 M2 上面哈。那这个缩头呢，它实际上分量很沉，装在机器上面一下子会觉得这个机器会沉很多。最传奇的呢是它这支镜头前组是用了一些当时用了一些放射性的玻璃，土系和R系的这个玻璃以至于它这个镜头呢实际上是存在着一些放射性的这个情况。后组呢它是因为用了重铅玻璃，所以后组对胶片是没有影响，但前组呢它实际上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放射性。那么放射性呢它的表现呢，实际上它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呢，它会变成这个玻璃会变成一点点的黄颜色，所以呢这支镜头呢俗称为黄玻璃。那黄玻璃镜头呢也是当年布列松经常使用的一支镜头，久而久之呢被神化了，被传奇了。所以呢我刚刚拿到手我准备在附近准备去拍一下，然后同时呢想拿它和Summicron 这个50 F2 的后面第二代，就是Rigid 这支镜头做一个比较。那 Rigid 这个镜头呢，真的是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我见过的所有的50毫米镜头里面，它的做工最为精巧、用料最为扎实的这么一支镜头，很多人都会很喜欢，甚至认为说 Rigid 这支镜头是徕卡做过的最漂亮的50毫米镜头。所以我想这次正好出来，我把两支镜头都带着，看一下这两支镜头到底彼此之间有什么区别黄玻璃是不是真的有传说中那么神奇，那么厉害，可以拍出空气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之前用过它不是黄玻璃的普通的这个版本，我觉得说真的层次很丰富，成像也非常细腻，但是说要拍出空气感，我觉得有点悬。那么所以呢，这次我真的是用到了一支黄玻璃，它的编号呢是在102这么一个号段。所以呢我们想看一下真正的就是所谓的能够拍出空气感的这个镜头，是不是真的值那么多的好评和价值？从哪里过啊？挖的东西，你挖东西少嘛，你要把挖东西放进去。这个是他们的最大原因，这个就是考虑。说中国向日葵现在。
后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整理这些照片。实际上呢，其实我突然注意到我犯了一个小错误哈，因为是第一次用这个黄玻璃，然后呢，我没有意识到说这个黄玻璃其实它前面的这个黄颜色实际上已经代替了半档的这个黄滤镜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刚才的那些样张里面呢，实际上跟那个 Rigid 比起来呢，它的亮度可能更暗一点，其实是应该按照正常曝光的话呢，应该是再加的半档，那可能会比较更有对可比性。那这个是我的一个疏忽。另外呢，我个人是觉得说，从最后的成片质量上面说，Rigid 它作为第2代的产品呢，实际上它的表现会比第1代会更好一点，更优秀一点，它的细节分辨率更高，它的反差可能也更舒服一点其实大家也可以从那个画面上看到。但不管怎么说哈，我觉得这支镜头有它可圈可点之处。它的这个缩头呢，实际上是很好的，是可以减小这个整个一个体积，然后外形呢也更加的古典。然后黄玻璃是不是真的有那种玄学的这种效果？可能会有，可能会在比较合适的这个场合，在合适的光照条件下，它会有那种氛围感哈。但是总的来说，我并不觉得说它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我觉得有时候可能真的是日本人给它套上了一个玄学的一个光环，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会就觉得说布列松用过的这个有空气感这个是什么什么但实际上布列松是不是用过这支镜头也是要打个问号。可能他用 Elma 用的更多一点，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说，一样的这个镜头看谁在用，或者说我们最终关注的这个目标呢，实际还是希望能够拍出更好的照片，更优秀的这个作品。但是我还是会非常喜欢这支头盔，会把它保留下来，认为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有那种不同于 Rigid 的那种味道，在现代的52AA 上面你再也看不到了。所以其实它是裸口镜头，我现在把它配到了那个裸口机上面，可能实际上更适合它。好，那么那天其实我在建德其实还拍了一些其他的片子，我干脆就一些全部放出来给大家欣赏吧。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和意见，欢迎评论和留言。再见。样健康好，核心立马。